一进家门，我就把2大袋东西砰的扔在地上，累得直喘气。朋友从手机里抬起头看了一眼购物袋，乐了哟，刚去完战场啊！你这又是抢到了打折排骨，还是排队领了免费鸡蛋？我苦笑，刚从灯火通明、人声鼎沸的国内某大型超市回来，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特价的广播声和塑料袋的哗啦声。而就在上周，我还在北欧某个窗明几净的超市里，推着能装下半个我的购物车，在安静的能听到冷藏柜嗡嗡声的过道里，默默比较着2款燕麦奶的蛋白质含量。这哪是逛超市，这根本是穿越在2个平行宇宙。走进中国超市的生鲜区，就像闯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微型生态圈。水族箱里活鱼摆尾，溅起水花；笼子里鲜虾蹦跳。肉案前，师傅手起刀落，为你片好指定的五花肉。空气里混杂着泥土、水产和新鲜蔬果的复合气息。大妈们的手指就是最精准的检测仪，捏一捏西红柿，掐一掐豆角，讨价还价声、熟人寒暄声此起彼伏，热辣滚烫，充满烟火气的生存智慧。而在典型的欧美超市，生鲜区更像一个井然有序的生命科学实验室。你看不到活物，所有蛋白质都被安静地封装在保鲜膜和塑料托盘里，躺在冷光灯下，保持着统一的完美的睡眠姿态。旁边的小标签除了价格，还可能详细标注着草饲、谷饲、有机、养殖海域，甚至动物的福利等级。选择成了一场基于标签信息的理性计算。在中国超市，你很难感到孤独。转角可能就有热情的阿姨递来牙签、牛肉试吃，耐心讲解新出的火锅底料怎么煮最香。找不到商品，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恨不得直接带你去。结账时，收银员可能会自然地提醒：今天纸巾有满减，要带一提吗？这是一种被包裹的、略带侵入感的温暖。在外国超市，服务则奉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员工往往专注于理货，除非你主动询问，否则他们绝不会上前。自助结账机大行其道，自己扫、自己装、自己付，流程高效，全程零对话。这种自由有时会让出来者感到一丝孤立无援的冷清。最根本的差距藏在商业模式里。中国超市本质上在经营人场，人头攒动就是最好的广告，所以他们用限时秒杀、第2件半价、疯狂的购物节来制造人流，用丰富的现场加工煎饼果子、凉菜拌面和娱乐设施、儿童摇摇车，延长你的停留时间。你消费的不仅是商品，更是一种热闹的参与感。以 Costco、山姆为代表的许多外国超市，则是在经营货场与会员场。他们靠会员费盈利，所以核心是提供极致的性价比和严选的品质。商品种类可能不多，但单品 SKU 巨大，包装宛如家庭补给箱。他们的安静是因为底气在于货本身，而非卖货的氛围。你消费的是一种批量采购、经济理性的信任背书。然而，故事最有趣的部分来了，这条巨大的鸿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填补和拉近。你以为只有中国超市在卷吗？Costco 入华不仅卖起了茅台和爱马仕，还在熟食区坚持售卖亏本的流量神器烤鸡，并为了中国味把面包做得更软，把甜品调整得更低糖。这是西方效率模式对东方人情世故的妥协与融合。你以为外国超市不玩数字化？当中国大妈们在社区团购群里接龙秒杀时，美国的主妇们也早已习惯了用 Target 的 APP 精准查找店内货品位置，并享受线上下单。停车场2分钟提货的便利，全球的零售业都在被同一股科技浪潮冲刷。所以差距大吗？巨大。但更巨大的是2种模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互相凝视、借鉴、融合。下一次，当你在国内超市面对热情的试吃推车感到些许压力时，不妨想想，这正是我们市井文化里独特的活力与温度。当你在国外超市面对一排排冰冷的货架感到孤独时，也可以享受那份不被打扰、自主选择的宁静与效率。超市早已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如何生活、如何社交、如何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样子。这场活鱼与牛排的对决没有输赢，它只是告诉我们，选择一种超市，就是选择一种生活节奏的注脚。
这才是逛超市背后最颠覆认知的隐藏逻辑。看懂了它，你或许就真的懂了如何在纷繁的世界里更聪明地安放自己的胃、钱包和那颗渴望归属或自由的心。好的，我们不再谈抽象概念，直接上硬菜，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，让你感受这离谱的差距。鲜活战场 vs 标准工厂，一个巨大的水族箱，草鱼、鲈鱼游来游去。你一指，师傅要这条。师傅眼疾手快，捞起称重，棒极刮鳞去内脏，清洗3分钟，一条处理干净的鱼递到你手里，袋子还滴着水，旁边可能还有现开的生蚝、现制的鱼丸，出售生命和服务，将菜场功能前置到超市，极致追求新鲜和便利。国外超市牛排柜，明亮的冷藏柜，一排排暗红色的牛排静卧在保丽龙托盘上，附着保鲜膜。标签信息详尽，安格斯牛、纽约客部位、大理石花纹等级 M3，牧场编号，最佳食用日期。你看不到牛，也看不到屠夫，只看到标准化的蛋白质商品出售信息和标准，强调可追溯性、分级体系和消费理性。人情温度 vs 自助边界，中国超市试吃台，阿姨尝尝我们新到的奶酪，配这个饼干。帅哥，这个螺蛳粉煮好了，香得很。你不尝一口，几乎很难从热情的促销员面前突围。这种投喂式服务是推销，也是一种热络的互动。服务是主动的、侵入式的，旨在创造需求、拉近关系。国外超市退换货，你拿着一件穿过一次就开线的衬衫，吃了大半觉得不好吃的饼干去退货，前台人员通常不问原因，微笑扫码 ，Have a nice day。钱原路退回服务是被动的，基于规则的，它用极高的退换货自由度来构建消费者的终极信任和安全感，但平时绝不打扰你。赶集式狂欢 vs 仓储式采购，中国超市晚8点后，熟食区、生鲜区开始挂出7折、买1送1的黄色标签。大爷大妈、下班白领迅速聚集，眼明手快抢购，这是一种基于时间差的精明计算，充满了简陋的乐趣和紧迫感。经营时间和氛围将清货损耗转化为引流手段，制造临场刺激。美国 Costco 典型购物车，车里放着1.5升装的洗发水 X 2桶，24卷的卫生纸插一提，4公斤装的冷冻鸡胸肉 X 1袋，轮胎 X 4条。购物车大得像个小推土机，本质、经营空间和频率。用超大包装和极低单价锁定家庭每周甚至每月1次的集中采购，让你为仓储空间付费。万物互联 vs 工具提效，中国超市结账时，收银员扫码后，你打开手机，屏幕上可能同时弹出支付宝红包、银行卡满减、超市会员积分。某个品牌的优惠券，你需要在5秒内完成复杂的优惠组合心算，出门时可能还要扫码免停车费。支付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生态入口，连接金融、营销、本地生活。国外超市自助结账，你在机器上自己扫描每件商品，把牛油果放在秤上，屏幕弹出图片，让你选择哈斯牛油果。刷信用卡、输邮编、签字、装袋，全程自己完成，偶尔触发随机检查，需要员工来核对。科技是替代人力、提升效率的工具，核心是节约成本，将劳动转移给消费者。山姆会员店美国模式在中国，它保留了超大包装和会员制，但加入了现场煲仔饭、现煮拉面、试吃台人山人海，甚至需要排队。中秋节前堆成山的奢华月饼礼盒，它把美式的货场强行注入了中式的人场灵魂。河马先生，中国新零售对全球的启示，他把活鱼现杀做到极致，并用科技重构体验。超市内用 APP 扫码看商品溯源，海鲜加工后通过头顶悬挂链直送餐饮区，周边3公里30分钟送达。它向世界展示了极致的生鲜体验和极致的数字效率可以并存。这启发了亚马逊的 Amazon Fresh 等业态的升级。这些例子看似琐碎，但每一个背后都是文化习惯、社会结构和商业哲学的深层映射。中国超市的闹源于高密度人口下的竞争压力和注重人情的社会网络。
外国超市的进源于人力成本高昂、注重个人空间和规则共识的社会契约。所以，当你下次在国内超市为一条活鱼讨价还价，或在国外超市默默扛起一大箱矿泉水时，你消费的早已不只是商品本身，你是在亲身体验和投票选择一种你想要的生活方式。这种差距就是世界丰富多彩的缩影。从活鱼的生机到牛排的静默，从人声鼎沸的促销到无人打扰的自助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超市，更是生活的 A、B 面。如果这样的对比让你觉得有趣、有启发，那么我的专栏里充满了类似的生活微观哲学。点击关注，我们一起在寻常事物里发现不寻常的视角。